我得到了准确的情报，刘祖光组织了8000人的部队，准备进攻故城。保護します。何？中国を切り取れません。怎么嘞？はい。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8000人呐，要不以退为进，我们先赶快往宜州方向撤退。你怕死在城里，就不怕死在半路。敌人的速度很快，已经切断了我们东撤宜州的路线。那是不是可以先让宜州出兵打通撤退路线呢？宜州的兵力有限，很难支援我们。哦，另外，你知道城里有多少敌人情报人员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？你知道警备团有多少人想要将功折罪，趁机摘掉汉奸的帽子？我们一旦离开坚固的防御工事，很容易被敌人歼灭。是。张团长，你看如何为好？先生，既然无法撤退，那就坚守待援。敌人没有重型武器，也没有黄色炸药，攻坚并不牢固。宜州不行，我们可以向其他方向求援。好，就按张团长的主意办。现在我命令，日军加强小队向警备团各中队派驻1名日军士官协助指挥。警备团由张志平、小野中尉共同指挥，居日军由铃木少尉率领做预备队。警备团继续加强工事和守城的准备。警察封锁城门，没有荣公馆的许可证，一律禁止通行。立即实行严格的宵禁，违反禁令者，格杀勿论。庄队长，有，你的便衣队日夜在城里巡查，抓捕可疑人员。是。散会。小野中尉、李明金之士留下。李知事，给李少棠带去口信，你报仇的时候到了，再不行动，皇军将派飞机炸平白池谷。给孙玉玲、陈守正发3A 电报，提醒他们别忘了约定。他们走好了第一步，皇军才会走答应的第2步。今、本当の稽古を教えてあげましょう。立二，定。派好。好。团长，哎，今天晚上你们中队值班？对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情况吗？团长，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抽烟，你小心点，让他们发现俺就惨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给忘了。根据敌人的部署，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。那么城南和城北呢，交由民兵团组织佯攻，挺进支队主要负责城东，城西交给救国军。我们预计在凌晨5点钟发起进攻。报告。什么事？好，去吧。刚刚收到的情报，今天山下聪开会说，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，要求故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。山下聪担心路上被歼，决定死守故城，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，城门也封锁了。好啊，
我看山下聪这次是跑不掉了。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，敌人白天开会，晚上就收到情报了。哎，我能看清吗？不会有假吧？好啊。哎，我来递给陈团长。哎，着了！周秘书，什么意思啊？刘司令让我看的，你怎么给烧了？哎，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，恕不能展示。陈团长，不要责怪庄秘书，是我刚才不够谨慎。还是不信任咱们了。既然是联合作战，干嘛还藏着掖着呀？这让我们怎么安心作战？就是，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，有本事自己打去啊！这是早就有约定的，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。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，不是庄秘书故意给二位难堪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这城防的布置上面，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，把我们安排在城西，为什么不是城东？哎，你看啊，我兵力雄厚，武器好，弹药足，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，怎么？以为我拿不下来？还有，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，我有信心攻城打援全包了。把枪都不够一人一支的挺进支队放在城东打硬仗，这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呀！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撤了。哎，孙司令，挺进支队部署到城东是他们主动请战，承担最难的作战任务。没错，我们已经按照城东的地形对部队进行了训练。没问过我，怎么知道我不能承担最难的任务呢？刘总指挥啊，看，想打硬仗，我看还能不能调整一下作战计划。刘指挥，挺进支队已经进入城东部署了。我的部队可还在路上啊，往哪儿走都行，撤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啊。既然孙司令主动请战，屯参谋长，麻烦你重新调整一下作战部署。白松副支队长，请你再调动一次部队。希望我们齐心协力，拿下故城。是。兄弟们，跑起来！到晚了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。这，在城东和城南，尤其是城南和城北这几个地方，一定要组织佯攻。如果是从这边调到这边来，也可以，有没有这样的可能？哎呀，你看这样，那我知道了。我也明白了，总指挥。我现在马上去巡查一下主攻部队的准备情况。好，进攻打响之前，一定要回到指挥部来。是，去吧。哎，庄秘书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总指挥啊，你答应这个挺进支队和救国军换位置是不应该的呀。就这个事儿啊，就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。总指挥啊，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。你想想，他们跟伪军连仗都没打过，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，这很可疑呀。庄秘书，你刚才在会上写条子表达了这个意思，不用再讲了。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后勤准备的情况，回来向我报告啊。总指挥，这个是庄秘书，我还是你的长官吗？你当然是总指挥嘛。好。刘副支队长，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，我们可以转移了。那这就交给你们了。放心，
部队出发。司令，刘百松的队伍都撤了，我是看着他们全走了，我才回来的。好，立即发报。報告します。トリプル A の変点が来ました。今すぐ地方、これに選手を守れ。このジャンジェピにキビトンの家族たちを連れて行け。彼は家族と今度一緒に行動しろ。続けに家族とジャンジェピに見張ってることを伝えて。はい。李贤。 哎，周老师，你看没看周书记？周书记他在这儿呢。啊，我在这儿。哎，周书记，我想找你说几句话，周书记。好好好啊，抓紧时间把饭做好啊。哎，争取在战士出发之前让他们吃上饭。周书记，你放心吧，俺挑的都是能跑的、能背的大老烈。好，哎，走吧，咱们那边说。哎，好嘞，周书记，你看哈，孙子曰啊，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 山下聪这个中国通啊，他不能不懂。他想逃跑，这肯定是个上策。他跑就是往宜州跑，咱挺进支队啊，在那死死的守着他。山下聪啊，现在想坚守，那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呀。他想等着陈守正和孙玉林，为他创造逃跑的时机，是吧？不怕牺牲，不怕伤亡，啃硬骨头，这不是孙玉林能干的事儿。所以他调整这个部署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这肯定有鬼啊。 我把这个思路、这个想法，我跟刘祖光全说了，他不听我的意见，把我赶出来了。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啊，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就不尊重上级，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，你不能直呼刘祖光，无论是当面还是私下。是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但你说我猜这个事儿猜的对不对？他这么干不等于把山下聪放走了吗？你猜能说服谁呀？啊？ 那总指挥用猜能来决策吗？再说了，山下聪他坚守的决定，那是有情报支持的。但是我猜这不也是一种分析吗？周书记，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？这个孙玉林他是不是心怀鬼胎？行，我今天啊，我要不嚼碎你这副杠头，白掐了我老周这一嘴的好牙口。我问你，那孙玉林、陈守正和山下聪勾结，有证据吗？ 证据没有，但是你事出反常，他必有鬼呀！没有证据，你摆不到桌面上。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在桌面上呢？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？我再问你，单凭挺进支队，能打下顾城吗？那不行。这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支持刘祖光先生担任工程计划总指挥的原因。从刘总指挥的角度考虑啊，他必须将各方面的 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，他才能够完成攻打顾城的作战任务。当然了，为此呢，有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，但是不能说明他没有想到过你说的那几种可能性。不是，他既然想到我说的可能性，他为什么不听取我的意见呢？我不明白这个事儿。赵秘书，你做秘书的，尤其需要学会闭嘴。是那村里的粗话叫家丁。 你没有听孙玉林一直威胁说要退出吗？我听见了，但是我……好，周书记，我不说了，我听您说。放走山下聪，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。如果孙玉林退出，那是工程计划的全面失败。就算你说的对，那孙玉林和山下聪勾结，但是孙玉林他可以有两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。 一种呢，就是你说的，他从东面直接放他跑；另一种，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，啊，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，让整个工程计划全面失败。
哎，周秘书，我想问问你，哎，你要是总指挥，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？啊，是支持还是反对孙玉林主动提出的要在城东部署啊？周书记，你看啊，你这么一讲，我明白了。其实你也看出来，孙玉林是心怀鬼胎，但是你不说。不仅仅是我，刘总指挥一定是脑子里盘算着，他才同意孙玉林调整部署的嘛。哎呀，我浅薄了，我浅薄了。哎呀，这世界上啊有两种聪明，一种呢是小聪明，看出了问题的实质，但是呢咄咄逼人，锋芒毕露，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一定让别人也听你自己的。另一种是大智慧，看出问题的实质，但是在没有证据、十足的把握，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之前，宁肯隐而不发，等待时机成熟。哎呀，周书记，您说的是太对了。你看，我又学习了。聪明人啊，不惜点拨啊，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。是周书记，你说的对，我这个杠头啊，是得配点汤啊，稀乎稀乎啊。啊，我再问你啊，这如果后边你说的都对了，你会怎么办啊？不露声色。对了嘛，周书记，我就服你，周书记。总指挥，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发起进攻。计划没有调整，还是5时整开始进攻。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。是。怎么回事？是让我进去！怎么了？这就大王爪，这就大王爪，这怎么回事？那土匪都成大王爪了！你们是说大王爪什么？俺黑头打过来了！俺黑头带人打进大王庄了，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。我只要带他去了，给打死了！我夫人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！大王庄呢？让俺回去吧，他们的亲人都在村里呢。走走，乡亲们，都别乱了，走，乡亲们，你们回来，别走啊！都回来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都别跑，小心土匪有诈，都回来，听总指挥的。总指挥，看怎么着，你来下达命令。好。现在，我代表总指挥下达命令：攻打顾城的计划不变，挺进支队由我来负责指挥，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百松副师队长带领奔赴大王庄。司令，司令，司令，我有重要情况报告。讲。咱们接手城东阵地后，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，情况不对。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，看见城门虚掩，冒险进城后，发现城里没有敌人了，日本人和警备团全跑了。什么？情况属实吗？属实，我确认顾城已经没有了敌人，我敢拿人头做保。你胡说！我们把阵地交给你们的时候，敌人还在城内，一定是你们没有及时进入阵地，把敌人放跑了。你说我的部队放跑了敌人，你有什么根据啊？我说你的部队放跑了敌人，你们不要吵了。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。现在由彭参谋长根据突发情况重新部署，都听命令。所有干部都听好了，具体任务分配如下：我带领一部分部队进城布置防务，防止敌人反扑；其余的部队跟着刘总指挥救援大王庄。是。5人一组，进村搜索。是。快！老伯没事吧？老伯，土匪呢？
那海头给我留这条命，就是要我给你回个话的。土匪带着抓的盐回白吃骨了，要拿5万箱的去输盐啊！老伯，土匪还抓谁走了？还抓那个3家这个大伙的老爷太太，还有这个庄会长的爹娘，还有刘县长的太太。来，通知其他人马上集合，跟我去白尺固解救人质。是。站下来！都别打枪啊！打枪就打到自己人了。你们看看，他们是谁呀？刘宿光，刘会长，那5万箱钱带来了没有啊？没有箱钱，你今天算是白来了。有你这9个人帮我守山寨，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。知兰夫人，各位乡亲，你们别急，别害怕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。二黑头，你先放人，钱我一定给你，1文不少。我刘宿光说话算数。刘宿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？就是我谁也不信。少废话，赶紧拿枪！二黑头，你答应放人，我们一定既往不咎，大家一起携手抗日。抗日？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，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、3把枪、大米洋面日本金票，还有你们后方空虚的情报也是日本人给我的。你们能给我什么呀？让你们出钱赎几个肉票，还跟我扯皮。还有啊，今天不赎人，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。你是想要一只手啊，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？二黑头，你个狗汉奸！你个狗汉奸！别过来！二黑头，你个狗汉奸！别过来！你死你好死！你个狗汉奸！把人放了！老子占山为王，图的就是痛快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还怕你们吗？哎呀，我看你们是没有钱呀。没钱可以人换人呀！我呀，刘祖光，还有那个共产党姓周的书记，再加上庄奇峰、庄瘸子，你们3个值钱呀！我要是把你们交给日本人，我可就发了大财了。你们1个换2个。剩下的1个换1个，我要娘们儿。刘子光，你的闺女很俊呀，青岛的洋学生，还有望乡佛家的小妮儿，也很有味道。再加上吕家寨的吕阳，烈性子的爷娘们我也喜欢。王八蛋！你是个畜生！苏光先生，给我绑上手榴弹，我假换人质，我炸死那个混蛋！爹，我也去！给我手榴弹！哎，操，我去，让你干掉他们！你们冷静！儿子，启峰，娘，你可不要上来！俺们落在土匪手里，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回去。你们打呀！不要管俺们！你个死老太太！你不想活，庄先锋还想给你养老送终了。刘祖光，我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？
我是真心的请三位爷上山。日本人看中你几位，只要口一松，官儿当得比我大。我说这位山大王，你让我说几句，我好帮你劝劝这几位和山下的人，免得大家动武伤了和气。在说什么？哎，还是县长夫人啊，明白事儿。你看看你们老么卡吃盐的，把你剁成馅包饺子都硌牙。各位乡亲们，你们愿意被剁了手脚、割了耳朵，送回去给家人们看吗？不愿意，不愿意，不愿意。你们愿意自己的儿女和顾城抗日为民的好官换我们回家吗？不愿意，不愿意。俺就是死，也不能让俺儿子上来。徐福，你不能上来呀！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我的闺女儿！哎呦，俺是孬种，行不行啊？商量商量，破财免灾啊！这是土匪，土匪话能信吗？你按他们说的，咱也走不了。看来有人还没想通。那我要说声对不起了，我替大家做了一个决定。祖国，不要管我们，开枪开炮吧，消灭这些汉奸土匪！祖国，来世再见！哎周书记啊，中国百姓深受反动势力压迫，咱这儿的百姓头上还有土匪这个祸害，总有一天要推翻这些反动的势力，咱一定要把这千百年来屡治不绝的匪患彻底的根除。匪患本来就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副产品，现在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，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敌人。王玉、朱梅，刘总指挥带着白宋去查找跳崖的乡亲们了，你们去看看吧。王干事，王干事，这位，王干事，土匪杀害的下卷里边还有一个活的，说是恁家的人。是啊，王干事家的。去看看。当子的牛，牛牛睡觉觉，当牛睡觉觉，牛牛给娘当子的牛牛牛给睡觉觉，牛牛给娘当子的。再回家，回家。
庄老师，庄老师，庄老师，你娘还活着嘞！啊，还活着啊？还有谁？还有王伟强大叔和大娘。快，咱们看看去啊！走走走，去看。往前一点。好，放心吧。来，都吃饭吧。钟梅，动筷子。爹，我吃不下。王爷，你多吃点儿。以后这就是你的家，房子也都给你收拾好了，要回来住啊。老周给我安排了宿舍，也挺方便的。那宿舍和家怎么能一样呢？再忙都要回来，听见了吗？王月，你就搬过来吧，上班我一块儿去。那我回来住。北宋，爸，现在的时局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武汉会战打了3个月了，捷报有，但不足以阻止日寇。要我看，还是会放弃。不过，迟滞和消耗敌人战力的目的，应该是达到了。可是为什么要放弃？再放弃，中国就放弃完了。在战争当中的弱势一方，有时候必须做出战略退却。那为什么我们是弱势的一方？我们人多呀，几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？现代战争不光是靠人，还靠的是武器装备、编制训练水平，以及技战术的运用。就好比现在把挺进支队拉出去，跟日军一个满编的小队打，我们可能打不赢。有的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，光靠大刀长矛是没办法和机枪、掷弹筒对抗的。是啊，你们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，可政府现在财政上也拿不出钱来，得想办法改善你们的武器装备。师伯，我们现在是缺钱吗？日寇一来，加上那些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，民生凋敝，税收礼金都大幅下降，
可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呐，尤其是军队，武器装备仍吃马喂，还有弹药的消耗，哪样可都不是小数啊。白松哥，如果我们能有钱，你能买到武器吗？能。凭我在军界的关系，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。只不过，一把步枪连子弹要7、8十大洋，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，机枪、迫击炮，更是以1000元计算。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？不过没关系，我看有机会去问问我的老长官，从他那儿要一些武器来。白松哥，我能帮你们找钱。你家里还有存量的现银吗？我爹那个老财迷，他一有钱他就买房子置地。哦，不收公事，不收公事，吃饭吧，啊。王干事，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？后边这些人是谁呀？他们是干什么的呀？我要把家产卖了。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祝老板。啊？你要卖房子卖地呀？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。那俺这些佃户怎么办呀？俺这佃户，你放心，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救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。合同上我都写了，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，而且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。哎，那太好了呀，王干事，俺们老百姓啊，就靠这一点地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？现在的日子是好了，还他娘没有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还他娘能为了孩子跟土匪打起来了。哎呦，你说说啊，我要不是觉得他给俺撇下这5个孩子，我早就跟你一块当兵，我打鬼子，我打土匪，我弄死他们。王干事，你要求的租佃关系不变，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不变，家庭长工雇佣不变，俺老板都同意了。你临时又要了5亩水浇地和1处房产，俺老板也答应了。我也写进了契约，你再让一点，5万这个价格实在有点贵，你再让5000，4万5咱得成交，签字画押。我已经卖便宜了，虽然我不懂生意，但是我以前经常听我爹念叨，他说他有10万身家。这不是咱乱17吗？谁还有钱子去买房置地啊？都不值钱了。张鹏先生，我先不跟你谈了。朱老板，说实话，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，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，您想想，您的这些房子啊、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？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？我是宣传干事，募捐也是我的事，就算是为了抗战，找您捐钱，难道您也不给？哎呀，生意归生意，哎，募捐归募捐，这不能混着来呀。王干事，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你就别卖了，俺带着农救会的人给你管起来。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地啊，保证能给你种好了，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，俺把挣的这个钱全支援抗战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曼托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真的。俺除了会种地以外，俺还会干很多的活。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，俺都会干。油坊、豆腐坊、烤烟坊这些活，俺都干过，都揽过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哎，我保证，你只要让俺管，就是比现在更挣钱。哎呀，
那可不行啊，王干事，我知道你是公家人儿，又是总管会长手下的，可惜啊，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，我的钱都预备好了，可不能变。那样，你再一算一下，这4万8就成交。成什么交？谁让成交的？你为啥说？成交。大王庄的房子地，闺女家的，说卖就能卖，不行。咦，他家不是没人了吗？这女儿又没出门子，他怎么就不能做决定啊？他早晚得出门子，我们这个一个族都是亲戚，我们可以阻止。那族里不管，那村里财产不都是便宜外姓人家了吗？闺女连族谱都上不去，咋没财产？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，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，我去找刘祖光会长。回来找谁也没用，这是老规矩了。俺能说了算。情。